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聊一下，目前 Costco 正在打折的这个 KitchenAid 的厨师机。Costco 的这款6夸特专业级的搅拌机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，它的功率是590瓦，具有10个速度级别设定，搅拌碗可以升降，可以快速轻松的混合、揉捏和搅打。这款的配件也很齐全。有一个浇筑的塑料保护罩，4个搅拌头用于搅打不同的食材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会分别的为大家演示。这个搅拌机也被称为厨师机，有时感觉它真的像一个厨师助理一样，是厨房当中的好帮手。如果家里还没有的，我强烈建议趁着打折赶紧买一台。比较一下其他的零售商的价格，就知道 Costco 的这个价格是多么划算了。这个搅拌机我已经用过2台了，总体来讲还比较满意。再额外的配上 KitchenAid 的这些配件，就能够实现从食品研磨机到意大利面制作等各种功能，无论是搅打肉馅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做香肠都不在话下。今年年初的时候 Costco 店内还上架过这个 KitchenAid 的1组2套的配件，当时的价格是119块9毛9。它内含食物研磨机和灌肠机各一个，所含的食物研磨配件可以将食物切片、切丝。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个灌肠机，除了灌香肠以外，还能够搅肉馅儿。Costco 的这个价格还算划算，如果单是买 KitchenAid 的灌肠机，也是要近100元。但是我自己用的则是在亚马逊上购买的另一个品牌的灌肠机，价格仅是 KitchenAid 的1半。我用了2年了，效果不错，我会把购买的链接放在说明栏内。亚马逊上的这个配件是专门为 KitchenAid 的这个品牌设计的，这个可以搅肉馅儿、可以灌香肠的配件安装非常方便。如果是搅肉馅儿的话，先将这个十字花的刀片安装上，然后再安装上专门搅肉馅儿的外圈，拧紧塑料外套。如果是灌制香肠的话，就选择不同尺寸的这个灌香肠的管子，然后将这个配件安装至搅拌机上即可。打开厨师机上面这个安装配件的开关，将黑色的旋钮放松，将配件衔接好后，再将旋钮拧紧，这样就可以准备操作了。我喜欢买 Costco 无骨的猪肘肉，自己在家搅肉馅儿。用这个配件搭配着厨师机来搅肉馅儿，非常的方便。从顶部将切成长条的肉放进去，适当的用压杆压一下，不用费啥力气，肉馅儿就自动的从出口搅出来了。自己搅的肉馅儿真的是比 Costco 那种成包的要香很多，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肥肉。搅好的肉馅儿分装保存，包饺子、包包子，自己做肉干都很适合。Costco 的这一款配有4个搅拌头，一个平板的面团钩，适合搅打各种面食，和面或者是搅打肉馅都可以用它。它的最高速度可以放到6档。一个6线的搅拌头，适合搅打奶油。搅打奶油的时候，速度要放到8到10档，用这个来搅打奶油省不少力气。这个叶状的搅拌头比较适合搅打饼干面团，它的最高速度可以放到6档。钩状的搅拌头在搅拌面包面团的时候最适合。这个钩状的搅拌头在说明书上强调只能用2档来操作，我自己实际操作当中有放过4到6档，但时间不宜过长。提醒大家的是，买到新的厨师机之后，一定要填好这个注册表，可以邮寄填写，也可以在网上直接填写。这个登记对于日后维修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在灌香肠的时候，会将已经搅好的肉馅儿，再用这个平板搅拌头再打碎一下，然后装上这个做香肠的配件，将肠衣套在灌香肠的导管上，按照自己的口味调好香肠的馅料，从这个搅拌机上面将馅料灌入，把厨师机的速度放到2到4档就可以。在香肠的灌制过程当中，要手动调节一下，自己要收放一下肠衣，
也要适当的用压板压一下肉馅儿。不管怎样，用这个搅拌头来灌香肠，比自己手动灌要省力不少。我视频当中灌制的是小烤肠，如果要灌制传统的麻辣香肠，直接把肉切成长条就可以。自己灌制的香肠口味可以随意调节，灌好的香肠在中间用棉线打结分开，稍稍风干一下，用水煮开或者是蒸熟都可以。如果要是麻辣香肠，要放在阴凉处风干7到10天才可以。这个厨师机最大的用途，我就是用它来和面。做面食的时候，和面是最艰难、最费力气的过程。有了这个厨师机，可以将漫长的和面过程缩短一半。和面的时候，将所有的材料放入厨师机的这个大碗中，先将两边的挂钩挂在按钮上，然后后面要卡住厨师机后面这个固定扣，之后再放上和面的这个钩状搅拌头，装上之后旋转一下就扣住了。将搅拌碗提起，将速度放到2档就可以和面了。和面的时候，有时候也可以放到4到6档，但是时间不宜过长。如果和面的时候发现厨师机顶部发热，就要暂停一下。机器如果超负荷运载，厨师机自动也会停止操作。用厨师机和面完全不用自己动手，和的面又均匀又细腻。对我来讲，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。面团和好后，先将搅拌碗放下，然后取下搅拌钩之后，再将面团取出。搅拌头过后用温水清洗就可以。看看用这个厨师机和的面，炸一个酸奶小麻花。由于厨师机和面很到位，做出来的面食就很容易成功。这样炸出来的酸奶小麻花不是那种口感非常硬的，有一点筋道，还非常的香软，这是比自己手工和面的要好吃不少。如果用这个厨师机来做面包，和面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，因为大多数面包都要求和面出手套膜。这个时候也不用担心，就交给这个厨师机慢慢去操作了，不用自己费力气就可以揉出漂亮的手套膜。厨师机的这个功能完全是面包机所不能代替的。以前我还一直用面包机来和面，但是现在自从有了这个厨师机，面包机都快闲置了。要注意的时候，有时候揉不出手套膜，可能是面粉的关系。如果面粉过期，再怎么揉也揉不出手套膜。虽然有了 Costco 的面包生胚，但有时候还是会自己和面来做面包，和用面包生胚做面包一样，就是自己整形一下，和面的过程都交给厨师机来处理。另外，我有用这个厨师机来打发奶油，特别是在做蛋糕的时候，需要用到的奶油量比较大，所以要用到这个厨师机。打发奶油就用 Costco 这种 whipping cream，Costco 的这个一大盒1升，做蛋糕基本要用到1半以上。打发奶油的时候，这个搅拌盆中一定要无油无水。将奶油倒入之后，将其固定在厨师机上，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个线圈搅拌头。先将它固定在厨师机上，还是放在厨师机的头上，旋转一下就固定住了。然后再盖上这个胶住的塑料保护套，以免打发的时候奶油四溅。将速度开至8或10档，就开始打发。通常我会分2次加适量的糖，直接从这个注入口倒入就可以了。第2次加完糖之后，可以将速度调至8档。如果打发奶油在200毫升左右，还是建议自己用手动打蛋器来打。用厨师机来打发奶油，注意也不要打过头，奶油打发过头了会比较粗糙。打发好的奶油将保护罩拿开，提起搅拌头，看奶油已经成直立形状了，就已经可以了。打发好的奶油如果不马上用，要放入冰箱冷藏，还可以加入色素，将打发好的奶油变成不同的颜色。奶油打发好后，先用保鲜膜包好，然后装入裱花袋，配上不同的裱花嘴儿，就可以随意的来装饰纸杯蛋糕或者是生日蛋糕了。
做生日蛋糕的时候，有人也习惯用这个厨师机来打发蛋白。如果对速度掌控很好的话，也可以用它来搅拌戚风蛋糕的蛋糕胚。但是我做蛋糕的技术不够过硬，还是得用手动打蛋器来打发蛋白。有了这个厨师机的神助，无论是做面包还是做奶油蛋糕的裱花，都不再是一件难的事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自己打发奶油做蛋糕，可以点击我相关的视频。裱花的工具链接我也会放在说明栏内。看完我视频的介绍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厨师机值得购买？目前除了店内 Costco 的网站上也同样是打折的价格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敬请点赞并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